微雨的清晨，晨光熹微，卡米独立在窗前，外面传来城市的喧嚣。这个开场不同以往。第一季，卡米因为哥哥的忽然离世而辞去刚刚崭露头角的事业，回到了故乡芝加哥，接手了哥哥那间行将倒闭的破牛肉汉堡店和一群毫无经验的老弱员工。这个欠着一屁股烂账、设备老旧、事故频出、各项检查均不达标的烂摊子，让卡米无所适从。但为了实现曾经和哥哥的梦想，共同开一家餐厅的执念，卡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重新开始。在第二季里，经过卡米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餐厅的众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发现了哥哥藏的意外之财。于是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下，熊家餐厅改头换面，重装上阵，从汉堡店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熊家餐厅。卡米也收获了爱情、友谊、家庭和美好幸福。但在第二季末，埋藏在卡米内心的深深不安如同一头熊一般，把他拖入犹豫和恐惧中。开业第一天的混乱中，他错失爱人，与表哥吵翻等等混乱状况，让第二季本该迎来一个完美的句号，变成为一大串省略号。第三季在这个细雨微蒙的清晨，熊家餐厅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喧嚣落定后的沉静。卡米还是第一个到达餐厅，收拾整理残留的污迹。他想起在圣诞晚宴后，踏着初春未化的薄雪，前往纽约表姐的餐厅去工作学习。姐姐小唐一脸担心地来送自己，眼中满是担心和爱。想起在阿姆斯特丹的餐厅学习厨艺，从最简单的工序剥豆子做起，之后一步步成为全美最好的5星级餐厅主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苛刻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哥哥一起开餐厅。他努力地四处学习，努力勤奋地让旁人侧目，但他毫不在乎，只是把自己投入工作中，就像一个快溺死的人拼命抱住一根浮木，不想来路，不问去处。最后哥哥的死讯传来，随之而来的是被生活的洪水彻底吞没。但卡米早已学会了游泳的技能，而现如今不再有洪水，一切看起来方兴未艾。可为何卡米心里却空落落的？修好冰库的门把，给食物贴上时间标签。辛尼给卡米带来了一杯咖啡，两人沉默着，好像餐厅的成功并未给两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对方还在。卡米主动给表哥瑞奇发了个留言道歉，辛尼也主动给蛋糕小子发信息道歉。这两个看似最专注最成功的人，却也是搞砸最多的那两个。而此时蛋糕小子守在医院母亲的病房外的长廊里，独自伤感母亲的去世。新的一天，随着第一箱菜被送进后厨，小唐推门而入。当他看到卡米整理的餐厅新规章后，感到非常困惑。他提醒卡米自己将在2个月后分娩，而自己还根本没有准备好。但规章上那一句不容商榷，就像一道红线，让人欲言又止。吉米叔叔推门而入，抱怨为何购买昂贵的机器，殊不知卡米已经筹备好了新的目标。当辛尼出现在餐厅，看着一桌子的新菜时，卡米告诉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米其林1星。不仅如此，卡米还提出对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决定个人业绩分成，相应的是餐厅的菜式将会每天都要变。辛尼一愣，说好的凡事多商量呢？辛尼看着那句不容商榷，心里满满的沮丧。就在小唐和辛尼为卡米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无所适从之时，表哥瑞奇推门而入，气氛有些尴尬。但紧接着表哥就问起谁动了外面的桌子。卡米表示自己正在尝试新的布局。表哥一听就怒了，他认为那是他的地盘，并话里话外内涵卡米在开业那天把自己关在冰库里，一个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外面的烂摊子都是别人在努力收拾。这一来，两人又不可遏制地吵了起来。辛尼好容易把2个人的争吵止住。表哥拿起桌上的规定一读，不容商榷，就让表哥大声嘲笑卡米就是一个只懂得一味照搬的木头疙瘩，总想找机会炫耀在一流餐厅里打杂的经历。卡米忍不住爆粗，两人又进入了唇枪舌战。胖子两兄弟推门而入，并七嘴八舌地打着岔，灯也开始出故障。那婶后脚也推门而入，
不断的有人进来，不断的有人加入争吵，后厨的音量和温度随之越来越高。那张新规定就像一根点燃的引线，在引线的另一头是不断膨胀的炸弹。就在大家觉得爆炸即将来临时，忽然话锋一转，胖子两兄弟提起了克莱尔。于是话题从新规定转到了克莱尔身上。吉米叔叔好奇地问克莱尔怎么了，卡米坚决地说自己决定搁浅这份感情，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大家短暂的沉默后，表哥提出别扯闲篇了，工作吧。卡米站出来赞同，表哥马上反对这个赞同，于是两人又吵了起来。小唐打断两人宣布，新入职的几个员工都辞职了，原因就是受不了后厨的混乱。不仅如此，老员工也要去学习调酒。小唐赶紧张罗联系新员工。正当大家讨论着增加小费的时候，蛋糕小子推门而入。在母亲去世后，他决定回到工作中，主角全都到场了，气氛也缓和下来，每个人按部就班地开始忙碌起来。辛尼看着一桌子的菜，他知道卡米已经准备好新的挑战。卡米来到蛋糕小子身边表示安慰。经历了母亲长久卧床的蛋糕小子觉得这是母亲给自己最后的帮助，他希望卡米能够带领大家登上更高的台阶。有时候生活并不会因为改变一些表面的样子而变得与众不同，就如同新的餐厅之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重复的工作，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纽约或者在熊家餐厅，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用平凡琐事累积而成，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工作时心无旁骛，专心于繁杂和冗长的细节，是可以让人忘记旧的烦恼，但也会让人积攒麻木和新的痛苦。开门，开门，开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麻烦，每一天都是成对的菜单。不过有菜单总是比没有强吧。那婶儿还是经常问题百出。伊博的外卖窗口依然混乱不堪，表哥也会犯错，但似乎只有卡米纹丝不乱，固执的像个精密的机器，在分秒不差的运转，毫无怨言，同时也毫无生气。这个餐厅是一台外表崭新的老旧机器，换了几个螺丝和输入一些新程序，就希望它能够完美运转。这是一件艰难的事儿。确实，生意越来越好了，每天都顾客盈门，连外卖窗口都排起了长长的队。小唐更是不断地在增加桌子和翻台率。卡米每天登记的昂贵食材，让刚到手的钱又快速地流出。吉米叔叔终于绷不住怒火中烧地向小唐吼叫，而小唐也对不计成本的追求品质敢怒不敢言。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大家疲劳又崩溃，表哥瑞奇也无法在大量的客流和降低出错率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与后厨的摩擦也越来越大。表哥和卡米终于在后厨大打出手，幸好蛋糕小子及时制止。辛尼努力地弥补着后厨的各种短板，对纳什尔耐心地教导，这大概是机械化的工作气氛里唯一一丝的安慰了吧。卡米虽然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让自己忘记那些快乐与痛苦的记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一天都干到精疲力尽，但那些突如其来闯入的散乱回忆在不经意间就让他失了神。本以为专心致志的投入就可以改变，却不想埋藏在卡米内心的那头熊已经跃跃欲试的即将破笼而出，无力感正在侵蚀他的坚强，混乱的后厨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只差那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从天而降。除了工作，爱情和家庭也是熊家餐厅里的主题之一。虽然卡米和克莱尔分开了，但是对卡米来说，一切依然历历在目。那些腻在一起东拉西扯的慵懒时光，如同被注入了最大剂量的迷药一般，让人甘之若饴。甚至连克莱尔心疼卡米手上那块旧伤的表情，一想起来都让卡米为之心碎。蛋糕小子为母亲举行了葬礼，大家都来了。葬礼上，蛋糕小子总结着母亲的生平，话语间满是对母亲的怀念和赞美，同时也是那么波澜不惊的平静。但当他独处家中时，那种袭面而来的空虚感才真正让他感觉到生命像突然被撕裂，硬生生地扯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一样的痛。他打开母亲生前必备的体征监测仪，滴滴的响声让他恍惚觉得母亲还在那里，可猛然抬头却发现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触不到也永远填不上的空洞。推门而出，路边的一朵小花吸引了他的注意，它躲在铁栏边肆意地绽放着，
仿佛在讲述再平凡的生命都不该辜负每一天的阳光。辛尼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带父亲参观自己选好的房间，但父亲把反对全都写在脸上，一边对房子挑三拣四，一边质疑辛尼的微薄薪水。辛尼无奈地看着父亲，最终摊牌拿出了门钥匙，宣布自己已经交了定金。这时父亲才意识到木已成舟，能做的就只是帮女儿挑个沙发吧。表哥瑞奇和女儿在床上闲聊，女儿问怎么称呼母亲的新男朋友，这让瑞奇语塞。女孩并不讨厌这个人，但却认为父亲很孤独，这让瑞奇感到很吃惊。女儿说这是妈妈说的。瑞奇赶紧向女儿解释自己过得并没有那么糟糕。送女儿回去前，他默默地摘下了结婚戒指。没想到很快他就碰到了那个叫弗兰克的家伙。弗兰克身后那栋漂亮房子刺痛了表哥的心。弗兰克向表哥抱歉自己突然的求婚。表哥问他怎么买下的这栋楼。弗兰克表示自己并没有靠家里人的支持，这让表哥更加郁闷。简单的聊了几句后便转身离去。皮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让小唐百般不舍，虽然嘴上说着无所谓，其实内心已经快绷不住了。纳什尔负责起了采购的工作，胖子兄弟把著名的美食评论家的照片全都贴在了办公室，这让卡米感觉到压抑感十足。但兄弟俩很得意自己的杰作，可以记住这些脸孔，以备他们中的某个忽然驾临。但其实早有美食评论来过店里，这个人在地铁站碰到了辛尼，并主动的打招呼。他大赞一道扇贝的菜，辛尼马上表示那是他和卡米一起做的。虽然辛尼努力在维护卡米，但内心还是对卡米的不容商榷颇感不满。于是在备菜时向卡米婉转地提出，每天更新的菜单一发出就显示被锁定了，大家都以为已经是定稿。然而卡米却忽然修改了一个配菜，这不仅仅会让后厨困惑，也会让前台出错。卡米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仅仅是沟通问题，然后就转移了话题，这让辛尼感到很憋屈。这里不得不扯一个题外话，他们这切水果时既不戴手套又不戴口罩，也不戴帽子，还聊着天用手抓水果，还不断地划破手指，即使是在做员工餐也显得太随便了吧。回到正题，表哥来到办公室，小唐正在研究米其林星级系统，表哥嗤之以鼻。他在墙上贴了张禅宗花园的照片，并就此聊起自己想放弃与前妻复合的努力，但是小唐很反对，认为这个弗兰克的口碑并不好，表哥不应该就此放弃。正在这时，小唐的电话响起来，接完电话，两人匆匆来到了后厨询问为何论坛报要来拍照片。卡米和辛尼马上表示这是一次杂志报道。好的，前4集的剧情就介绍到这里。虽然是4集啊，但第1集几乎都是回忆，前几集的剧情推进得很慢，充斥着大量充满情绪的琐碎片段，而故事性却并不强。说实话，这部题材小众的剧集能够在前2季斩获如此的好评，从影片制作的角度上来说，完全有赖于编剧对剧中人物形象的精彩呈现，对主人公家庭事业思想情感的深层挖掘，同时加上制作团队精心设计的快节奏剪辑所带来的压迫感，嘈杂的背景音所带来的混乱，展现出个人在工作事业和家庭关系中的那种无所适从。在巨大城市中，一个个渺小的个体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强不屈，那种一边修复破碎的自己，一边努力寻找爱并给予爱的感人瞬间，真的俘获了大量观众的心。不过这种植根于当下现实的故事，始终缺乏历史性的延展和跨越认知的多元化，如何一直保持住观众的兴趣，就是最大的难点。在第2季结束时，除了大量期待之声外，已经开始出现对本剧源源不断的压迫感感到不快的呼声。期待熊家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似乎成了一个奢望，留下继续观看将不断消耗人的期待。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制作团队来说，结局就意味着失去一个名利双收的项目，这对制作团队以及投资方都是一个考验。我们也见过无数好剧在源源不断的续集后死于烂尾，与永恒经典擦身而过，总留有那么一丝不愉快的遗憾。希望本剧能够延续前2季的精彩，并且能够找到突破的可能性，而同时也希望它能够见好就收吧。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